观世音菩萨他的修行，他观因缘，然后呢能够理解众生的苦，他能够闻声救苦，救苦救难，他能够呢直下承担。也就是说，他第一个，他能够从每一个人所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情，他从他的因缘法去看，而不会从表象去看。从因缘去看，很多时候他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苦，为什么这个人会去遇到这样子的灾难。然后呢，他从闻声救苦当中又看到他的修行是不断的为众生来承担。你不会说到了周末来到寺院，观世音菩萨说对不起，今天周末我在休息，你不要来吵我。好，也就是他没有一刻在这个，他只要为众生，他都是承担的。我最近读这一本书，正向语言为什么会产生力量？你的语言正在形塑着你自己的人生。如果你跟自己说我可以，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我可以。可是如果呢，你在任何一件事情跟自己说我不行啊，不会啦，我没做过啦，我不可能啦，其实我都在否定自己。那这本书呢，当然讲了很多，包括有很多的实验。如果你有4组人，前面2组的人用很多的光明、希望、年轻，不断的用这样的字去造词，然后呢造句，然后呢另外呢沮丧，就是这是负面，苍老，种种的这样去造句。就4组人呢，造完句之后走出去呢，前面2组人呢走路特别轻快，后面2组人呢就走路非常的缓慢，就是发现人的语言，他正在给自己大脑下指令。我读这本书，其实也就想起大师会告诉我们，尤其在皈依的时候。会跟我们说，我们大家一起说我是佛。其实很多人是不敢讲的，怎么可能？师父啊，我哪有可能啊？你看，我们是开始说我不可能，我1不可能，我的脾气那么糟，我2不可能，我的习气那么多，3不可能，我烦恼一大堆，哪有可能我是佛？其实。我后来在想，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到，当我们说我是佛，我给我自己的大脑下一个指令，就是我要告诉我自己要成为佛的那个样子，佛的慈悲，我的大脑接照这个指令的时候，我昨天我才说我是佛，我今天能够去骂人吗？我才说完我是佛。我今天能够这个心情看别人都不对他就不太像是佛了嘛，对不对？我们不要说什么，如果今天我承诺我自己，我要像观世音菩萨，我能够像观世音菩萨的那种慈悲，我还能去瞪人家吗？我还能够，人家就是慈眼视众生我就不能斜眼视众生了，对不对？我就要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已经告诉自己了。我要像观世音菩萨，我承诺，观世音菩萨，我要跟你一样。我要跟你一样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人家那种闻声救苦，我们就想到，哎呦，那个刚好那个今天有个某个义工不能来，没关系，你不要挂碍，我帮你，今天我替你值班今天那个谁谁谁今天被骂了这个。被挨骂这个做得不怎么好，结果被人家念，我被家人怪，心情很郁卒。那你想，我要学观世音菩萨，你就开始用因缘法跟他说，甚至呢，你在我眼里你是很棒的，我觉得你学习什么都快耶，你用正向的语言来告诉他，他就会得到一种被鼓励。这本书还说到，一个人的潜意识是没有主词的。当你说别人，我觉得你好棒哦，其实那个潜意识会进入的不是你，而是会进入好棒哦。这个好棒在大脑里头就会就是进入一种
告诉大脑好棒哦，你的心情就为之而棒起来了。好，我觉得你可以的，我每次看你做什么都学得好快，我每次看你都做得好好哦。我发现你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发现哇，你今天煮的菜，哎呦，真的看到你在大寮，我就觉得哇，今天一定又是山珍海味，一定都吃得很开心。哇，你用这样的这个供养我们大众，我相信你的佛国一定是香积佛国啊、哦，真的是闻香开悟的佛国世界哈。你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头就哇，我这时候我觉得哇，充满了希望，对不对？那他在讲说，大脑为什么语言有多么的重要？他说，语言比意念还厉害。我们讲说存好心，我们没有想到说好话比存好心还要来得厉害。他举一个例子，你意念在想的东西，可是你讲出来，我想要喝一杯，我心里头想要喝一杯咖啡，可是我讲出来说，麻烦你给我一杯茶。你想送来的是什么？送来的一定是茶，因为你说出来的语言是产生了力量，产生了人家的行为，所以你说我要喝一杯茶，可是我脑袋想的是一杯咖啡，所以意念虽然在想，可是没有你的语言来的直接，所以你下了一句话，那个话有可能是给我们自己的祝福，但是如果你想了一句坏的话、不好的话，其实也是给自己诅咒哦。一个人不要说你没有，你不要给自己压力，你不要讲压力还是存在的，你要说你放轻松，你那时候放轻松，你的心里头就是轻松，脑袋就会被下指令轻松。我在看那本书是很有趣的，它无非告诉我们说好话的力量，你不仅仅是给别人祝福，而且还是给自己脑袋下了指令。你每天都跟你身边的人说一句好话，甚至10句好话，每天看到人啊，师姐，我看到你来好开心啊。那师姐就会想到，哦，原来我去金光明寺，有人看到我去很开心，那我明天还要再去。他也就在这种被祝福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力量。那天我们跟一群的同学，我就跟他们教他们读这一本书，好，读完之后讲给我们听，好，就以后讲完之后说好，那我们要付诸实践，你要告诉自己我可以。那其中有一个，当然这个10来个女孩子啊，她们呢有一些就大部分都是很羞涩哈，哎呀不敢说我可以。你要告诉你自己，你的人生无限的可能，人生是无限的宽广，无限的光明哦。然后他们眼睛张得很大，我说好，现在跟我说我可以好。结果呢10个人啊，就是大概就2、3个人说我可以，其他人就我可以，那个表情就是不太可以的样子哈。然后我就说不行哎，再告诉自己我可以，要大声的说我可以哈。结果呢，那个就像我们平常说我是佛是吗？好，就是问号，对不对？好，我是佛，那我可怜，好，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说不行，这样子的声音是不行的，我可以哈，就大声的说。其实当你自己给大脑下指令的时候，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改变我的缺点，我可以调服我那个常常爱骂人的习气，我可以让我的时间能够把握，能够多一点的时间来深入经典，了解佛陀说的法。我可以像佛陀一样有智慧，我可以要学的观世音菩萨那样子慈悲的圣容。我要看到别人的需要，我愿意能够去帮助他，给他安慰。我可以当别人有苦难的时候，我给他爱语，我给他鼓励，我给他支持。我愿意做别人的观世音菩萨，我愿意成为别人心中或人生道路上的那个贵人。
我可以。当我今天在我这个地方，我们承诺自己我可以的时候，我相信各位，你们今天走出去，突然发现，我今天是新生的开始。我要让自己过去充满了贪嗔痴的那种人性，我要让我自己可以转为有觉悟的觉性。我要在有觉悟的觉性的道路上，慢慢的成为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佛。我觉得我们都这样来许诺自己，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善知识，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同参道友，如法同舍3个字一样，我们以法作为同学。所以告诉各位，其实人生是让自己给自己很多的祝福，给自己的大脑下指令，给自己的人生写下预言。这本书作者就是这样来告诉自己。他曾经在他是一个日本人，这个是作者是一个日本人，他训练了很多企业界很多人让他的人生改变了。他说呢，秘密法则啊，意念还不够，你要写下你自己的预言书。他说他曾经写下，在2年，他说他刚毕业的时候，他去一个小镇工作，他发现那个小镇的那个公司呢，人口不多，然后公司要倒闭了，所以薪水也发不出来。然后他就努力的写，在这公司这个好多的客户就写了很多巨细靡遗，然后来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发表会来了满满的人他就这么样写下了这样子的文字，然后把它大声的念出来。2年后，想不到他的公司就如他的预言的文字这么如实的在展现。所以他就发现到，原来自己是可以给自己有一些许诺的。那一天有一个同学，他在读这本书，他就分享他自己。他说曾经他公司的老板跟他说，哎呀，你的工作啊，任何人都可以取代，就是给他打击就对了。他就认为他是没有办法，他觉得他一无是处。然后那一天就是那个同学，我后来就说，来，我就讲他的名字，你再说一遍，我可以。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啊，当她说，我说再大声一点，我可以的时候，我说把口罩拿起来，告诉自己我可以。结果那个女孩子就试着把她口罩拿起来，就真的说我可以。你知道我看到的那个眼睛跟笑容啊，是突然间闪过了一个给你感觉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师父为什么说好话，一直跟我们说要说好话。说好话太重要了。你去看普贤10大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师父说称赞如来，你不是说哎呀佛陀你好伟大，那个如来人人都是未来佛啊。你想到人人都是未来佛的时候，你怎么能不学习称赞他呢？搞不好隔壁那个来更改垮着嘞，他比你先成佛的话，你要记得我。如果你比我先成佛，你要记得我拉我一把那你今天跟他坐在一起，一定有缘。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到，哇，那个说好话、称赞如来，它是一个很大的修行。因为你要称赞一个人，你就要看到他的优点，你要欣赏他。当你懂得欣赏别人的好，你的世界就开始改变。你回去开始重新看你的孩子，就发现，我的孩子真好怎么那么贴心，还会记得要我吃饭。如果你孩子都不会叫你吃饭，你要想，我的孩子真好他呢都给我放心，每天自动自发的。如果你孩子假设很懒惰的话，你不要讲说很懒惰，你要跟你的孩子说，孩子，我发现你有很大进步的空间，你就充满了还是无限的希望我发现你从现在起开始，你现在不管是几年级，妈妈对你绝对，
你会无限的可能哦。你这样跟他讲，因为那天我去板桥讲这个坐火车啊，我正在看这一本书啊，结果呢，我一下车就看到一个爸爸骑摩托车，带着他儿子，那个儿子大概国中生哦。那个爸爸大概是火大，他儿子不知道哪一件事情哈，就爸爸就讲了一句：“你讲这个都是垃圾话。”哇！我一听啊，哇！这个爸爸给他孩子的语言几乎是强而有力的否定他哦。我就觉得这个孩子那个颓丧的脸哦，我觉得孩子肯定一定会觉得，原来我讲什么都是垃圾。那个你不要小看那个语言给一个孩子的杀伤力有多大。多大？你可知不知道？那个是难以抹灭的。所以，如果你过去曾经我们用了不当的语言，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说了一些否定他的话，你现在重新脑袋开始去想他一切的优点，一切的优点。就像妈妈看到她女儿说：“哎呀，要开刀。”我说：“你去想到你孩子比过去更认真的看待他的健康，你的孩子从现在开始比以前更认真的精进在念佛。”你的孩子、孙子都因为这样都好，全家都开始凝聚起来。我要讲的就是什么？你永远要找到好，去为你的人生铺一个美好幸福的人生的路。希望大家这样子来学习、来训练，把我们过去的贪嗔痴那种语言、那种行为，慢慢的。当我说我是佛的时候，我就要越来越像佛，我要越来越……但是你不可能一下子，好，不可能一下子，但是没关系，我慢慢的进步，我永远都走在进步的路上，永远都一直走在自觉觉他的道路上，那我就是向着成佛之道在迈进了。祝福大家，阿弥陀佛。